公元前429年，伯里克利之死为雅典的黄金时代画下了不完整的句点。在瘟疫与战争双重打击中，雅典的民主制度空前动荡，没有继承者，只有野心家。就在失序的议事厅中，一位俊朗聪慧、出身名门的青年崭露头角。他是苏格拉底的门徒，却醉心权力的舞台。他以言辞引导民意，以风姿征服人心。他的名字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如利剑般刺破雅典的灵魂。他便是阿尔西比亚德。他曾是苏格拉底最聪慧的学生，一个被理性哺育却渴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，进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。阿尔西比亚德不信节制，也不敬传统，因为他看到旧有秩序的疲软，也嗅到了未来的可能。在战场上，他英勇无畏；在广场上，他鼓动人心。他用希望召唤人民，也让信任在火焰中燃烧。在这个理性与激情交锋的城邦，他成了人们渴望的化身，既是英雄，也是神话。但神话越耀眼，裂缝越深。他未必想背离真理，却终究被野心拉向了另一条道路。他提出一个计划，让雅典征服西西里，征服整个希腊世界。这是理想还是疯狂？他用远景激起渴望，让人民忘却战争的泥淖。有人警告，这是不成熟的赌博，但他知道，在民意前，怀疑者终将沉默。民主不再是理性讨论，而是权力的游戏场，而他正在玩这场游戏，像天神般自信。他要的不只是胜利，而是掌控命运本身。舰队尚未起航，风暴已在雅典酝酿。就在远征前夕，他被指控亵渎神明是宗教的罪，也是政治的清算。议会召他回国受审，他却选择逃亡。一位将领在战役前夜弃军而去，雅典人送他出征，却没想到他将出现在敌人的城墙之内。背叛并非他悔恨的死会，在他眼中，一切联盟、信念、忠诚皆为工具。他要的是操纵整个棋盘的权利。他抵达斯巴达，不是流亡者，而是谋士；不是求庇护，而是带来火种。他献上雅典的弱点，献上西西里的战局，甚至献上了希腊世界的未来。斯巴达人向来寡言，却不得不倾听这个来自敌国的年轻人。他的才智震动宫廷，他的言语像铁一样冰冷，也像火一样炽烈。他的建议让伯罗奔尼撒战争迈向新阶段，新的舰队下水，新的战线展开。他为敌人点燃战火，也亲手将曾经的祖国推向深渊。在胜利的光环中，他俯瞰雅典的焦土，那里曾有他的家园、恩师、爱人与荣耀。可这一刻，谁又能读懂他心底的空虚？背叛成就了荣耀，却撕裂了归属。西西里远征在他缺席下陷入混乱，终以惨败收场。数万将士死于他点燃却未陪同走完的征途。战火吞噬远征大军，恐惧与悔意蔓延雅典。人们终于开始怀念那位被逐的叛徒，可他早已离开斯巴达，流亡波斯之间。就在他试图游说波斯人支持雅典时，那个曾撼动战局、背叛又归来的男人，在波斯死于乱箭。他死在异乡，孤身一人，无国无墓。他终究无法回到任何一个家园。他成了权谋的牺牲品，文明衰落的弃儿，就像一颗脱离轨道的星辰，划过希腊世界的夜空。荣耀与背叛，理想与代价，在他身上无法分割。他既是命运的产物，也是命运的反叛者。他虽是一个人，但却映照出整个时代的破碎。雅典不再是那个相信理性与节制的城邦，自由成了混乱，民主成了利器，城邦衰老了，而他只是其中一个。在雅典黄金时代没落中被吞没的孩子，